娘，我不嫁。传闻晏殊幼年被大火烧得毁容，半人半鬼。听说有个丫鬟瞥了一眼他的脸，当场吓得口吐白沫，没半个时辰就咽了气。女儿嫁过去会没命的。圣旨都下了，抗旨是要杀头的，你让我怎么办？你去给我试婚，到时候上了床，你给我把那个面具摘了，好好看清楚他到底长什么样，听见没有？试婚是丫鬟做的事，我怎么可以？不，你娘就是个青楼出来的狐妹子，勾引男人的本事你天生就会。让你去爬燕将军的床，那是陈家赏你的，别给脸不要脸。说吧，去还是不去？你要是敢说不去，白绫和鞭子，你挑一个。去，别杀我，我去。你就是陈府送来的试婚婢女。既是来试婚的，要做什么还要我教你吗？姑娘，陈府的人一早便来了，正在前厅等着您呢。糟了！怎么着急走？横竖回到陈府也是死，不如想想如何讨好我。这么说，燕将军是故意留我，你想用我打嫡姐的脸？陈二小姐果然是个聪明人。从今日起，你就住在这里，有什么需要的直接吩咐下去便是。陈府那边的人，我会替你解决。将军说了，姑娘这药一定要趁热喝。二姑娘，外头都传开了，燕将军领了圣旨，却迟迟不肯去陈府提亲下聘，反倒把您留在府中。坊间如今早已流言四起了。陈家大小姐这是自掘坟墓，亲手将狐狸精送上晏殊的床。听说陈大小姐德行有亏，燕将军怕是不打算娶她。二姑娘，陈府传来消息，说长公主喜欢您绣的扇面，特意吩咐您在她的寿宴上献上一幅百寿图。长公主，这是我绣的。你就这么不想待在这里？不是我不想，可将军忘了，我是以试婚婢女入的将军府。若我不出席长公主的寿宴，
嫡姐少不了以将军强留我为由，私通、强抢民女，将军这2个罪名能担得起哪一个呢？如此说来，你是在替我着想。若我这样说，便是在骗将军了。还未成亲就毁了清白，若到时候将军不要我，我不也自身难保吗？长公主的寿宴就在下个月，你确定你能绣好？将军放心，我不会拿自己的性命开玩笑。既然时间宽裕，那不妨再给我绣个荷包。将军想要绣什么样式的？蝶恋花。可这多用于女子或是婚嫁之物，将军一男子用，未免不妥。曾经我也是绣过一个蝶恋花荷包的，那荷包怕是已经被丢弃在哪个角落了。来人，给他包扎。只是一点小伤，不打紧的。你误会了，我只是怕你的血弄脏绣布。别忘了给我绣荷包。百寿图绣起来不难，只是功夫多，耗时耗神。但总算是在长公主寿宴前将百寿图完成了。燕叔要的荷包也绣好了，跟从前做的那个一样。因为是男子所配，用的是雾蓝色的布料，蝴蝶也多以蓝白色为主，并不鲜艳夺目。只希望他能看得上眼，别给我找麻烦就行。这晏殊当真风流，脖子上的明显是咬痕。你没看到刚才陈家小姐跟他说话时脸色有多难看？怕不是还未进门就被嫌弃了？可这是御赐的婚事，只怕这陈氏女是不嫁也得嫁了。又是珍珠又是绸缎，看来这些日子燕叔对你不错嘛。到底是狐媚落色，就是这般会勾人。姐姐有所不知，我这不过是表面光鲜罢了。晏殊面容如同鬼魅，除了面具里露出来的眼睛和嘴巴，别的早就烈火烧成一团了。他极在意别人嫌弃他那张脸，府中上下皆不敢言。去燕府的第一日，他便摘下面具，让我在床上直视他。只要我稍稍移开眼，他就打我。他觉得姐姐将我送去是嫌弃他，更是羞辱他。他将怒火都发泄在我身上，还说等姐姐过门，他要我们姐妹2人一同服侍。求生不得，求死不能，岂有此理！姐姐，不说了，他来了。等等，你的百寿图先给我，我替你送给长公主。你知道的，我跟她能说得上话，到时候她高兴了，自会替你主持公道。方才在跟她说什么？自然是跟说这些日子我在燕府有多难熬，不然她想抢走将军怎么办？针脚和花纹明明是我前几日才绣完的那一个，为何这才短短几日，却仿佛被它的主人日夜攥在手心里，反复摩挲了1000万次？他到底是谁？为何会对一个替嫁庶女的随手制作如此珍视？你应该同我保持距离才是。毕竟外面的人都不知道被送入燕府试婚的事。他的话里似乎透着别样的情绪，是在暗示什么？多谢将军提醒，玉然告退。长公主并未认出我，看来陈玉涵根本没有将扇面是我绣的真相告诉长公主，只是想借刀杀人。安分点，别以为出了门你就能翻起什么风浪。母亲教训的是，女儿不敢。
你如今已不是清白之身，既然给燕将军试了婚，就该认命。那些讨好贵人的好东西，自然要留给你姐姐，才能发挥最大的作用。好东西，马上你们就会知道那是多好的一件东西。臣府敬献寿礼。臣女陈玉涵特为长公主殿下准备了一幅万寿图，祝殿下福如东海，日月昌明。这万寿图寓意极好，不仅需要极高的绣工，更是耗时耗神。玉涵，你真是有心了。殿下谬赞了，只要能为长公主祈福，臣女吃菜多苦，熬菜多夜，这些都不算什么。看清楚了没有？这就是嫡女的尊日，你休想有半分非分之想。母亲放心，女儿看得很清楚。既然如此用心，那就打开，让本宫和众位宾客一同赏鉴赏吧。是，殿下。放肆！天哪！陈府大小姐是不是疯了？竟敢在长公主寿宴献这种秽物，真是伤风败俗，不堪入目！收起来，快收起来！你们这两个贱婢，还不赶紧合上！殿下息怒，今日出门走得急，定是下人粗心大意，拿错了锦盒，绝非有意冒犯，扰了长公主殿下的寿宴，请公主责罚。这可是我专门为姐姐准备的大礼，怎么会拿错呢？拿错？陈夫人，既然你说这污秽之物是拿错了，那真的那幅万寿图可要尽快拿来让本宫瞧瞧，否则今日之事，你们陈府必须给本宫一个交代。虽说是拿错，可哪个正经未出阁的姑娘房中会藏有这种不知羞耻的东西？怪不得燕将军迟迟未下聘，原是不想娶这样水性杨花的女人进门。哎呀，方才那春图上的女子眉眼样貌怎么那么像陈府大小姐？至于那画中男子，倒有几分像二皇子殿下。闭嘴！你们都故意害我，一定是有人故意害我！是他，此绣图出门时是我这淑妹替我拿的，是他调换了我的万寿图，是他要害我。哦，还有这等内情。姐姐，姐姐说的对，姐姐说的对，这一切都是我做的，是玉然鬼迷心窍，调换了锦盒。长公主要罚，就罚玉然一人吧，千万不要怪罪我姐姐和母亲。你装给谁看？明明是你故意陷害我，是你把图调包了，也是你让我给你笑。玉然，你这孩子太粗心了。你说这图是不是你出门时拿错了？陈夫人为何不让陈大小姐将话说完？陈夫人为何不让陈大小姐将话说完？可是有什么见不得光的事，是说不得的。所以，这到底是怎么一回事？陈大小姐方才想说什么？那就要问陈大小姐了，她是否真的擅长刺绣？燕将军这话是什么意思？我女儿自幼跟着最好的绣娘学习，难道将军一个外男比我这做母亲的还清楚吗？她自己清楚最好，就怕是有人欺世冒名，有意欺瞒长公主殿下，拿别人的心血来给自己脸上贴金。燕树啊燕树，这陈玉涵可是你未过门的妻子，你今日当着满堂宾客的面，这般让陈家下不来台，难不成你是不想娶妻了不成？燕将军，你这荷包上的针法与陈姑娘送本宫的扇面倒是如出一辙，极为相似啊！看来将军很清楚与你定下婚约的这位姑娘女红功夫究竟如何。回殿下，
陈大小姐的女工，臣确实不清楚。毕竟，要与臣做夫妻的是陈府二小姐陈玉然。燕将军，你这话是什么意思？你是说天子的圣旨有误吗？天子的圣旨自然无误，圣旨上白纸黑字写的清清楚楚，赐婚我与陈府之女，可没指名记姓说是陈大小姐。你胡说，明明是我！我与陈二小姐早已两情相悦，这荷包便是信物。她的女工如何，我自然一清二楚。至于大小姐，恐怕另有相悦之人吧。你们够了！原来如此，本宫竟被你们母女骗了这么久，拿着别人的绣品来本宫面前煽弄，真当本宫是好糊弄的吗？殿下息怒，殿下听臣妇解释。来人，将这扰乱本宫寿宴的母女给本宫赶出去！放开我！我是二皇子的人，你们不能这么对我！陈二小姐，委屈你了。来人，赐座燕将军身侧。坐在此处，感觉如何？没有想问我的吗？我只想知道，我熬夜绣出来的那幅百寿图，如今究竟在何处？二皇子宋燕本许诺侧妃之位给嫡姐，可他为了拉拢兵部，要娶兵部尚书之女为正妃。那女子强势善妒，嫡姐变成了一枚随时可弃的棋子。就在这时，天子赐婚燕府与陈府，所有人都以为赐婚的是嫡姐，连我也这么认为。但这恰恰是燕叔为了迷惑二皇子的障眼法。二小姐在想什么？想得这般出神。我在想，将军好手段，让二皇子以为你替他解决了一个大麻烦，彻底摆脱了陈玉涵。可就在他最放松的时候，长公主寿宴却爆出了他与嫡姐的春图。今日过后，这丑闻便会传遍京城，二皇子名声受损。为了平息谣言，他只能捏着皮子将嫡姐抬进王府。可是上面还有个母老虎般的正妃压着。二小姐聪慧，可这春图绝非普通人能在寿宴上悄无声息换掉的。长公主与二皇子向来政见不合，今日这出戏，台子恐怕都是长公主亲自搭的。将军，您这是借力打力，一石二鸟啊！既然知道我手段狠辣，还不赶紧抱紧我这条大腿？将军的腿太粗，小女子怕抱不住，反被一脚踢死。现在将军可以说了吧？那幅百寿图去哪儿了？自然是送给长公主了。做戏总要做全套。原来将军早有打算，从一开始你就在利用我。你故意让我留下咬痕，暗中换走百寿图，用春图毁去二皇子和嫡姐的名声，然后顺水推舟当众求娶我。这一环扣一环，将军真是好算计。怎么，陈二小姐不满意这个结果？你嫡母和嫡姐身败名裂，这不正是你想要的？可你把我推到了风口浪尖。今日之后，我与嫡母嫡姐彻底撕破脸皮，你却要将我送回陈府，你这是让我回去送死！送死？陈二小姐不是一向命硬的很吗？是你自己说的，外人都不知道你是陈府送来的试婚女，如今跟我同出同入，实在是不妥。我送你回来，合情合理。好一个合情合理。那我就在这陈府里，看将军还能唱出什么好戏。你干什么？正好，借此机会，你也可以好好想想，到底哪条船更适合你。他全都知道了，他知道我的伤疤是假的，他故意揭穿我，断我所有后路，就是要逼我向他低头。你跟着我做什么？怎么，我亲自送你回来，你这么高兴，连路都不会走了？将军厚爱，
玉然消受不起。喂，这里是内宅，你不能乱闯。你到底要干什么？你对我的脸还感兴趣吗？什么？是你，真的是你！你说狗的吗？等我回来娶你。陈玉然，你这个贱人，你故意设计害我！我设计害姐姐，这话从何说起？春途一事是你自己与二皇子苟且留下的把柄，就算我不认账，这笔烂账最后不还是会算到我头上吗？你好恶毒的心思！我要告诉二皇子，你分明早就知道那扇面是给长公主的，你根本没跟长公主坦白，你就等着看我出丑，打算让我继续为你做嫁衣。说到底是姐姐自食其果。如果我是姐姐，名声尽毁成了全京城的笑柄，我宁愿去投湖自尽，也绝不会在这里像个泼妇一样大呼小叫。你得意什么？你以为没有我，燕叔就会真心娶你吗？你不过是个卑贱的妓女所生，是个送上门供人玩弄的试婚女。你以为燕叔刚才亲你就是爱你，他不过是拿你当个新鲜玩意儿罢了。那姐姐尽管睁大眼睛看清楚了，看看他最后是会娶我这个卑贱的庶女，还是你这个身败名裂的嫡女。晏殊那样谨慎的人，怎么会在光天化日之下做出那般出格的举动？晏殊那样谨慎的人，怎么会在光天化日之下做出那般出格的举动？是了，方才晏殊定是察觉到了躲在暗处的嫡姐，才会故意摘下面具，故意吻我。他故意做给陈玉涵看，就是要激怒他，让我在陈府的处境越发水深火热。他恨我，恨我当年话说的太绝，抛弃他时毫不留情，所以他要看我挣扎，看我求生不得。可是宋贤，你不知，我当时自身难保，只想不再拖累你。既然你要斗，我陈玉然奉陪到底。玉涵，你到底在干什么？长公主寿宴上，你居然拿出那样的东西，陈府的脸都被你丢尽了。爹，是他，是陈玉然陷害我。那绣品分明是他准备的，是他偷偷换了我的万寿图。老爷，玉涵平时虽然有些任性，但绝不会拿这种事开玩笑。定是玉然这丫头心生嫉妒，故意设计陷害嫡姐，想毁了她的清白啊！玉然，你说这是怎么一回事？姐妹之间即便不和，也不能这般陷害亲姐姐，让她在人前出丑。爹，我若说此事是晏殊的计谋，您可会相信？晏殊，他为什么要这么做？晏殊对姐姐派我去看她真容一事，一直耿耿于怀。他觉得姐姐轻视他，嫌弃他毁容残疾。早在我在燕府试婚时，他就已经派人暗中调换了我绣好的万寿图。他知道姐姐曾与二皇子交好，为了报复姐姐，才特意派人绣了那幅春图。你撒谎！你分明就是早有准备，故意毁我清白，你想踩着我往上爬。我毁姐姐清白？姐姐，你与二皇子的事难道不是事实吗？那春图上的两人难道不是你和二皇子？姐姐应该不知，那道赐婚晏殊与陈府之女的圣旨，根本就是二皇子特意去求的，为的就是摆脱你，好迎娶兵部尚书之女。不可能，
二上下不会这么对我的。晏殊，姐姐非但没有珍惜晏殊的婚约，还对他百般嫌弃，甚至逼我去试婚。晏殊堂堂将军，怎受得了这等屈辱？他这才下定了决心要报复姐姐。如果爹不信我的话，大可派人去打听打听，我绣的那幅百兽图，现在是否就在长公主的府邸中？爹，您想想，我若真要陷害姐姐，我大可提前将百兽图偷偷献给长公主，然后再让姐姐在宴会上出丑。这样一来，既能让姐姐身败名裂，我又不必得罪长公主。我何必冒着惹怒长公主的风险，在寿宴上当众闹出这么大的笑话？爹，你别信他，分明就是他蓄意勾引晏殊，陷害我，想要取而代之。他就是个白眼狼。够了！此事确实是你自己有错在先，怪不得你妹妹自己做出的丑事还想拉别人下水，简直丢尽了陈府的脸面。爹，老爷，你怎么可以这样说玉涵？她可是你的嫡长女啊！这事儿一定有误会。误会？难不成要我颠倒黑白？如今全京城都知道了那春图的事，事已至此，难道要整个陈府都跟着你们一起蒙羞吗？哭什么哭？等风头一过，也无辈如此了。就给他找个夫家，远远的嫁出去。若是京城内不好找，在京外亦可。总之，绝不能让他再留在京城丢人现眼。老爷，你要玉涵远嫁，那不是要我的命吗？哼！妹妹，马上就要秋猎了，我看你还没准备合适的衣裳。这套是我新做的，还没穿过，特意送来给你。黄鼠狼给鸡拜年，没安好心。妹妹同我身形相似，肌肤又比我白上许多，穿这身一定好看，快去试试。姐姐，这太贵重了，我穿平常的衣服就好。二小姐，老爷说了，您日后是将军夫人，不能穿得太素赠，惹人笑话，让您务必穿大小姐送的新衣裳去秋寿。多谢姐姐。妹妹，这马温顺，最适合你。这衣服上定有古怪，引得马匹不安。姐姐，我还是没能学会骑马，这马还是留给姐姐吧，我在猎场到处逛逛就好。那怎么行？燕将军骑术一流，去年更是猎得最多的猎物。妹妹，你既然要嫁给他，可别拖他的后腿啊！若是连马都不会骑，岂不是让燕将军没面子？将军是将军，我是我。将军前几日跟我说，他很快就回来提亲的。我若是骑着马不小心受伤了，可是会耽误了婚期。姐姐这么着急让我骑这匹看起来就不太安分的马，不知是何居心。也是，既然妹妹害怕，那就不骑了。但这山林凶险，野兽众多，妹妹若是遇着野兽，2条腿可跑不过4条腿的，你可得当心啊！姐姐，这是天家的猎场，周围都有重兵把守，野兽又不会无缘无故主动吃人。难道说，姐姐很希望我被野兽攻击？姐姐不是这个意思，我只是担心你。方才过来时，姐姐的昔日旧友可都在那边议论你寿宴上的风采呢。姐姐有空担心我，不如多担心担心自己吧。妹妹放心，姐姐不会有事的。倒是你，燕将军正在看你呢。将军，妹
妹可是自幼在庄子上长大的，连马都没摸过，她哪里会骑马呀？将军可要好好照顾她。哎呦，将军这马看着性子烈得很呢，就是不知道将军这马坐2个人应该不成问题吧？可别把我妹妹摔出个好歹来，臣服可担待不起。当然。叫。将军，停下！快停下！多谢将军解围，既然已经到了这里，我还是自己走吧。是打算自己走回去吗？你就这么不想跟我待在一起？这番话应该我问将军才对。将军在长公主的寿宴上，当着全京城权贵的面，信誓旦旦地说了要娶我，谁知将我送回陈府之后，至今未来提亲。我如今在陈府处境尴尬，将军这是何意？这转移话题的本事也是跟我学的。为什么撒谎说不会骑马？陈雨涵看不出来，你以为我也看不出来吗？你刚才上马时的肌肉反应，绝不是一个从未骑过马的人该有的。若是我实话实说，让陈家知道我不仅活下来了，还学会了骑马，只怕麻烦会更多。我不过是想少惹些是非罢了。你是说我是你的麻烦？将军若是对从前庄子上的事耿耿于怀，蓄意报复戏弄于我，那我无话可说。但我这条命是我自己好不容易挣回来的，我不想不明不白地折进去。早在多年前，我娘被爹从青楼徐回，爹贪恋娘的美色，因此引来嫡母怀孕嫉妒。在娘第2次怀孕时，夫人，雪崩了，一尸两命啊！嫡母在她的饮食中下药，令她生产时血崩，一尸两命。此女乃妖孽转世，克母克父，留在府中必生大祸。同时，嫡母散布有关娘的谣言，找来江湖道士说娘是妖孽转世，送去城外最破的庄子，别让她脏了陈府的地。爹信了。故从5岁起，我就被像扔垃圾一样带到了庄子上。将军出身高门，怎会懂得一个没有娘腔庇护、被亲生父亲视为妖孽的庶女，要在那种吃人的庄子里活下来，需要咽下多少血泪？我不撒谎，不装蠢，不处处防备，我活不到今天。对不起，我不知道你受了这么多苦。遇见你时，遇见将军时，将军还不叫晏殊。你浑身是血，像个死人一样，晕倒在农田里。在你养伤的那段时间，那是我在庄子上最开心的日子。我们总有说不完的话，因为我们很像，生母被害，被迫离家，只能独自承受外面的风雨。可好日子总是短暂的。你养好伤后，京城突然来信，陈府让我准备起身回京。所以你就一声不吭地走了，留下一封那样绝情的信，说我是个累赘，说你从来都没有在意过我的死活。你知不知道我醒来看到那封信的时候，不然我能怎样？我根本无法逃离陈府的掌控。我若是带你走，京城的嫡母一旦知道你的存在，一定会查清你的底细。这大概就是你为何早早认出了我，却一直戴着面具戏弄我、报复你的原因吧。将军，当年我想的从来不是抛弃你，我只是想让我们都能在这吃人的世道里安然无恙地活下去。许然，一如现在，将军若是不放我回去换下这身衣服，只怕等下我们都会出事。这人怎么这样？别动！
狄姐在我的衣服上动了手脚，这衣服上熏了引诱野兽发狂的药。将军，你上当了，这就是狄姐的目的。她处心积虑逼我穿上这身衣服，又费尽心思用激将法让你将我带入这猎场深处。就算我发现衣服有问题，可现在野兽已经靠近了，我就算不死，也会被咬得残废。对不起，是我太自负，非要气你，才中了你狄姐的计。现在说对不起已经太迟了，将军。不想被我连累的话，你还是尽快离开吧。你有武功，自己冲出去绝对没有问题。你放开我！你疯了吗？为什么你总是要赶我走？当年在庄子上是这样，现在生死关头又是这样。这本来就是我与狄姐之间的恩怨，你堂堂将军，凭什么要为我搭上性命？可我们是夫妻。将军是不是搞错了？我们还未成婚，你连提亲都……你是还在气我没去提亲的事，陈玉然，我在查当年的真相，我是在确保陈家绝不会用你来威胁我才去接你。可你从未选择相信我。抓紧了！你放下我吧，不然你也会有危险的。救命！有狼群！王姐！没事了。去给陈姑娘寻一套干净的衣裳来。是，将军，请随奴婢来。好好查清楚，皇家秋筑的猎场内为何会出现狼群？不管是谁动的手脚，我要他死无葬身之地。陈姑娘，里面备好了热水，您先沐浴洗去血腥气，奴才这就去给您准备干净的衣裳。有劳了，请快些。这宫女去了这般久，怎么还未回来？这水都已经凉透了。不对，行宫里就算再忙乱，也不会将客人晾在这里这么久。狄姐刚才的眼神不好。是我，别怕。回禀王妃，事情都已经办妥了。那周家的纨绔公子已经被奴婢引着往陈府大小姐的房里去了。好，办得好！陈玉涵这个不知天高地厚的贱蹄子，为了能进我们二皇子府的大门，真是什么下作手段都使得出来。既然他做出这般不要脸的事来，那我便成全他。王妃英明，这一下陈大小姐可是要彻底身败名裂了。她不是想引人注目吗？那我就去帮她把事情闹大。既然好戏已经搭好台子了，观众怎么能少呢？你还不快去将父皇和母后都喊过来，就说行宫之中有人秽乱宫闱。父皇、母后，儿臣有要事禀报，出大事了！老二媳妇，你堂堂皇子妃，这般慌慌张张，成何体统？到底出了什么事？是啊，云儿，快起来说话。可是秋烈的安排出了什么岔子？回父皇、母后，并非秋血之事，儿臣方才在行宫内巡视，却撞见了一桩不堪入目的丑事。有人竟然在这神圣的皇家行宫之内，荒唐！简直是无法无天！王妃，
你说有人秽乱后宫，到底是谁有这么大的胆子？回母后，儿臣隔着窗帘，实在认不出那人是谁。但今日秋寿随驾的都是达官显贵，儿臣不敢贸然带人闯进去。你怕什么？有朕在这里，谁敢造次？儿臣既怕放过他们有损皇家清望，又怕扰了那人兴致，日后被报复，唯有请父皇母后亲自定夺。好，哈哈哈哈，好得很！秽乱宫闱乃是死罪，朕必定严惩不贷。不管里面是谁，朕都要诛他9族。皇上说的极是，云儿，还不快前头带路？是，父皇母后，请随儿臣来。嫡姐，他真是想要我的命。就算我活着从狼群逃生，他居然还设下了这第2关。他早知刘云要害他，将计就计，故意让宫人领我去那里。届时皇帝皇后发现我与旁人苟且，我身败名裂，与你的婚约也就作废了。若非你及时赶来，恐怕我现在已经成了刀俎上的鱼肉。谢谢你，晏殊。夫妻之间何必道谢？是我不好，来迟了。我让人煮了热气腾腾的姜茶，你回去记得趁热喝。好，我记下了。那我这就先回房去了。别急着走，既然好戏已经开张，戏台子都搭得这么高了，我们不如把这出大戏看完再走。你的意思是？走吧，跟在他们后面，我保证，今晚的结局绝对会让你觉得非常解气。听听，这众目睽睽之下，竟然还敢如此放肆！来人，给本宫将这门撞开！真是不知廉耻到了极点，死到临头还不自知。给朕掀开！混账！畜生，还不快给本宫清醒过来，穿上衣服！贱人！滚开！你这个贱人！殿下，殿下，你干什么？父皇明鉴啊，是此女蓄意下药勾引儿臣，她设计害儿臣啊！此女品行败坏，曾在寿宴放出春图诬陷儿臣，如今贼心不死，竟对儿臣下药！教教啊！混账东西！你当朕是瞎子还是傻子？朕的脸都被你丢尽了！后宫不宁，教子无方，此事交由皇后处置。若不能给朕满意交代，你这皇后别当了！贱人，你分明就是蓄意勾引殿下！你以为用下三滥手段爬上床，就能进我二皇子府的大门吗？本妃今日非扒了你的皮不可！我到底是输了，但你们何尝不是自食恶果呢？你们若不是要害我，如今又怎会落得这般田地？你这个贱人，还敢胡说八道！够了，事已至此，再否认只会让皇上更生气。把衣服穿上，到此为止。母后，难道就这么算了？不然呢？你想让整个京城都知道你的丑事吗？回去之后把她纳为妾室，此事绝不能再提。好，好啊！晏将军真是大手笔。他这是在向全京城
宣告对我的重视。天哪，这么多聘礼，陈家二小姐真是好福气。听说大小姐去给二皇子做妾了，这嫡庶的命运真是风水轮流转啊。玉然啊，以后你就是将军夫人了，可得好好孝敬将军。是，父亲。吃吧，这可是王妃特意赏你的。我可是皇上赐的妾室，你们竟敢这样对我！皇上赐的，你也不看看你现在是什么东西？王爷和王妃都恨不得你死，你还真把自己当主子了？哟，这不是陈大小姐吗？怎么落得这般田地了？流云，你不得好死！我死不死不知道，但我知道，你现在生不如死。你不得好死！给我打！不错，这些嫁妆足以彰显我陈府的体面。玉然啊，你放心，爹一定让你风风光光的出嫁。多谢父亲。老爷，玉涵在王府受苦，你却在这里给一个庶女筹备这么丰厚的嫁妆，是不是太偏心了？玉涵那是她自己作死，如今玉然要嫁给燕将军，那可是皇上跟前的红人，我当然要多加重视。你少在这儿说些丧气话。燕将军，前段时间我收到庄子传来的消息，说是陈玉然在庄子上时曾与男子私会。哦，此等涉及女子名声的大事，我身为陈府主母，理应查清楚。昨日我将庄子上伺候他的下人都审问了一番，谁知事情果真如此。为了置我于死地，真是不择手段。燕将军，此事错在我陈府，相信圣上也不会让你娶一个不贞不洁的女子。你将此事告知圣上，我相信他会收回旨意，不会让你平白受辱。将军，你可想清楚了？不必。将军，你说什么？将军就不怕此事传出去，连带着将军府一起遭人笑话？毕竟他生母就是个娼妓，有其母必有其女，你就不怕日后他红杏出？玉然生母是因为被人陷害才沦落风尘，是个可怜人。倒是夫人满嘴名声清白，不知你亲生女儿听到后又会怎么想？莫不成想二皇子直接将人处死吗？我不过好言相劝，不想燕将军吃这个哑巴亏。此事已经传回京城，想必不日就会传开。既然燕将军不听，那就希望将军面对传言时也如今日这般硬气。哼，多谢陈夫人关心。你们口口声声说二小姐与人私通，可有证据？当然有，那男子在庄子的稻田那边住了好一段时间，二小姐还卖绣品给他买的药，那郎中我认识，一问便知。何止，我之前在稻田干活时还去看过几眼，描述出那人的长相不成问题。那男的身上还有一个荷包，绣的是蝶恋花，一般哪个男的会戴这样的绣样？蝶恋花的荷包可是这样的？对对对，就是这个。这也太像了。如果让你看到那个人，你能认出来吗？肯定能。晏殊一直戴着面具，定有苦衷。若是为了我贸然暴露真实人物，实在太草率了。
是奴婢有眼不识泰山，请将军恕罪，请将军恕罪啊！将军饶命！将军饶命！我们什么都不知道啊！私下妄议主子，还试图散播谣言重伤主子，这样的奴仆，按照本朝律法，应拔舌刺字。将军，不关我们的事啊，都是陈夫人指示我们的。是啊，是陈夫人要害二小姐，我们也是被逼的。我们这些仆人哪有那么大的胆儿啊？是陈夫人说，如果不她说的做，她就把我们全卖了。我们这副老骨头哪还折腾得起啊？求将军明察。一群只会见风使舵的狗奴才，见污蔑二小姐不成就来污蔑主母。来人，给我将他们拖下去打死，把他们的嘴都给我堵上。闹够了没有？我看你是做这个主母做的脑袋糊涂了，为了一个上不得台面的王府妾室如此大费周章，还要污蔑将军和未来的将军夫人，陈家的脸都被你丢尽了。你们几个今日就给我滚回庄子上去。夫人近来精神不好，你们将她带走，让她在庄子上好好养病。没有我的命令，永远不许回京。是老爷。老爷，你这是做什么？我可是陈府的当家主母啊，你不能这样对我。哼，我是陈府的主人，这个家还轮不到你来撒野。放开我，老爷，你不能这么对我，玉涵还在王府受苦啊，老爷。燕将军，让您见笑了。我今日才知我这夫人如此狠毒，您放心，我已将她赶去庄子上，以后都会再给将军和玉然添麻烦了。如此甚好，我与玉然的婚事将近，还望一切顺利。那是，将军大婚，下官当尽心竭力筹办。玉然啊，去送送将军。是，父亲，你贸然暴露自己的样貌，就不怕之前所做的一切都功亏一篑吗？之前我送你回陈府时，你嫡姐不是已经看到了？原来如此，难怪当时他表情那么奇怪。那你为何要戴着面具示人？为此还要故意传播自己容貌尽毁的传言，你到底在隐瞒什么？你可还记得永安20年京城那场震惊朝野的巫蛊凶案？那时我还未回到京城，对此案只知道一点，多来源于坊间传闻。永安20年，废后被查出利用巫蛊之术谋害朝廷大臣，礼部侍郎、镇国大将军、大理寺少卿的死状，都与废后床底下搜出的巫蛊人偶相同。而这些大臣都曾与当时的废太子在朝堂上有过争执，或是政见不合。巫蛊神鬼一类向来是天家禁忌，一时间流言四起，民间恐慌，朝堂动荡，朝臣纷纷谏谕天子废除了太子与皇后。当时废太子正在边疆，在被押回京的路上遇害，下落不明。而后贵妃被天子册封为后，二皇子得势，朝中再无人敢提起废太子，只有在民间偶尔能听到他曾经的故事。难道他就是当年那个废太子？剩下的路，你愿意陪我一起走吗？这次的复仇之路，可比之前在后宅的斗争要凶险100倍。若你不愿，我愿意。你说过的，我们是夫妻，生死与共。那15日之后，等我来娶你，风风光光的娶你。启禀陛下，臣发现了当年巫蛊人有案的新线索，恳请陛下重审此案。臣等复议不可。此案早已盖棺定论，重审必会动摇国本。若无冤屈，何惧重审？准奏，重审。听说了吗？当年废后和废太子是被冤枉的，他们的冤魂回来索命了。胡说！明明是确有巫蛊之事，那些人偶还在继续杀人呢。下官已查明，在废后宫中放置巫蛊人偶的工人，取
触动自尽，线索怎么了？证人死了，案子又陷入死胡同。其实也不是没有办法，不如试试以其人之道还治其人之身。什么意思？皇后既然相信巫蛊之说，心里必定有鬼，我们何不借机装神弄鬼，逼她自己说出真相？我明白了。谁？是谁？你还我命来！不要杀我！对不起，不是我干的。那事儿你听说了吗？听说了，说他是撞鬼了。大人饶命！巫蛊人偶乃皇后指使，奴婢们也是迫不得已呀。彻查皇后与二皇子。启奏陛下，臣等已查明，巫蛊案真凶乃二皇子宋典手下暗卫所为，证据确凿，将宋典收押天牢，废除皇后之位。陛下息怒。传朕旨意，恢复先皇后位分。宋玄，你受苦了，朕宣布恢复你太子之位。儿臣谢主隆恩。干什么的？要饭去别处要！放开我！我要见未来太子妃！我是未来太子妃的亲姐姐，你敢拦我？哪来的泼皮无赖？滚滚滚！你敢打我？真以为自己是大小姐了？我们家老爷说了，他就未来太子妃一个女儿，但凡有冒认者，直接驱赶。跟这种人废话做什么？直接报官就是。此后，京城街头多了一个成天风言风语亮风雨的女乞丐，逢人便说自己是相府大小姐。饿了吧？我让人准备了些吃食。不用应付宾客。怕你饿。堂堂太子竟如此不顾自己的仪容，在自己妻子面前，当然要做最真实的自己。我们喝金酒吧。不用去招待宾客。宾客哪有妻子重要？春宵一刻值千金，自然是不能浪费了。两人历经波折，终于交付真心，相伴一生。